我嘴巴侧面看起来凸凸的，这怎么办？其实东方人有非常多这样的问题。如果嘴巴凸凸，自己摸一下，发现其实是被后面的牙齿跟牙龈的骨头挡住了。那改善方法呢？我们大概会有分成2大思维。第一个方法呢，就是针对嘴巴的部分，要尽可能的往后退。所以我们会建议呢，可以考虑做牙齿矫正，或者是更积极要做到正颚手术。那如果各位觉得正颚手术相对比较大，会有一点点却步的话，那我们也可以另外一个思维。就是嘴巴不动，让嘴巴以外的区域呢，包含鼻子、脸颊、下巴，好看的往前拉，这样也会视觉上得到一个非常棒的效果。依心一意，造就你的美丽。各位东粉好，我谢东仪医师。首先呢，感谢各位东粉呢这几个月来的陪伴啊，您的阅读啊，您的订阅啊，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。这几个月来呢，我们一起度过了所谓的100的粉丝的庆祝会。然后我们随着这时间，这5个月来，各位也可以注意到之前我的影片其实是满身大汗，那时候夏天，这个工地其实非常的热，现在也慢慢入秋了啊，看起来也凉爽很多了。我们的诊所呢，也从2% 的进度到现在70% 的进度，我们越来越棒了。谢谢各位的陪伴，那也谢谢各位东粉与我一起期待这个诊所的诞生。那我们这次的主题呢，已经要从之前的鼻整形，我们要进入下一个阶段。我们这一次来谈谈嘴唇的部分。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。首先呢，我们来讨论什么叫做好看的嘴唇。我们从正面跟侧面来讨论。首先，正面呢，好看的嘴唇要什么样子呢？第一个，由上往下哦，我们要有一个好看的唇峰啊，唇峰要像丘比特弓一样，要立体有棱线，这是精致的嘴唇。那再往下一点点呢，相对有一个唇珠，会让整个线条嘴唇有点 M 型海鸥线的感觉，这会精致。然后最好呢，嘴角又有一点点微笑感。那上下嘴唇的比例呢，我们尽可能要维持上唇是比下唇还要薄一点点的，如果可以维持2:3的比例是好看的。那从侧面看呢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嘴唇是精致的，所以我们希望它不要是凸的。不要因为有牙齿前凸，所以有一点点鼓爆感觉，凸凸的，这样不好看。然后尽可能嘴唇也不要有一种外翻感。那可是呢，我们却希望在唇线呢，就是红唇跟皮肤的交界线，这唇线呢有一点点立体的微翘感啊，这就是相对我们认为好看的嘴唇。接下来呢，我跟各位分享4个在门诊常见的关于嘴唇的问题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嘴唇的厚跟薄的问题。第二呢，就是我的唇形比较平的问题。第3呢，就是我希望有微笑感、微笑的问题。第4呢，我侧面看起来嘴巴有点凸凸的问题。好，我们针对这4个问题进一步仔细的分析。第一个，嘴唇的厚跟薄的问题，我们要怎么处理呢？首先，如果薄的话，其实我们就是要做一些填补的动作，我们要做丰唇。那丰唇的部分呢，是可以考虑使用微整，就像玻尿酸，或者要比较长久一点，我们可以使用自体脂肪移植去做丰唇的动作。那当然，玻尿酸相对简单，而且就没有什么恢复期。那自体脂肪呢，以长远来看，它更持久、更柔软，是相对这些 filler， 就是这些注射物来说，其实是非常棒的一个材质。不过它毕竟是手术，所以它的缺点呢，就是它有一个恢复期，大家需要去忍耐这一个恢复期。那如果是厚唇，我想要把它变薄一点点的话，我们就可以透过使用缩唇手术来把嘴唇变薄，达到嘴唇更好看的一个比例。第二个呢，我们就要谈我们嘴唇比较平的问题。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嘴唇呢不要这样平平顿顿的，我们希望它比较有像 M 型唇，有海鸥的感觉，这样会精致很多。那我们要怎么样创造这种 M 型的感觉呢？我们先看上唇上缘的部分，我们可以知道，如果有一个好的唇峰会更好看。那如何创造这一个好的唇峰呢？是可以手术来创造，不过这个手术是有留疤风险的，所以我们相对都保留在非常严重的人，就像完全没有唇峰、完全圆的人，我们才会建议手术。大部分的其
实是唇峰比较淡一点点，我们可能会建议用微整的方法，去像玻尿酸去创造唇线，让立体感增加一点点。那上唇的下缘这一个部分呢，平平的，甚至左右特别厚，中间有一点点凹陷。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缩唇手术或修唇手术来创造这一个唇线，很像是一个木雕艺术家把这个厚厚的大木头雕出漂亮的线条。那如果我今天嘴唇很平，可是我嘴唇很薄，其实我不适合再用缩唇手术来雕出线条的话，那我们就要用填补的方法，就像前面谈的，用玻尿酸或自体脂肪移植创造唇珠、创造唇形。这是我们第二个怎么解决平的方法。那第三个呢，针对微笑的部分，各位都希望我平常呢都会带一点点微笑的感觉，这样会甜美亲切很多。那怎么创造这个微笑的感觉呢？我们要针对嘴角来加强。嘴角来加强呢，有2大方法。第一个就是使用微整的方法，就是类似玻尿酸，我可以在这个墨纹内侧这个凹陷的地方呢，补一点点玻尿酸，除了可以部分改善墨纹以外，它会多一个往上顶的力量。然后我们在嘴唇的上缘内侧一点点，打一点点玻尿酸，把它往下一压，外侧往上推，内侧往下压一点点，它就会转出一个蛮甜美的一个微笑嘴角。不过这个就是一个微整的方法，当然结果也是一个微整的效果。那另外呢，也可以考虑手术。目前呢，我们的手术呢，有一些自己的方法，已经不只是一般的皮肤的转位而已，我们已经做到深层的脂肪跟肌肉的转位，是3层式的转位。它当然可以把这整个手术做得更精致，而且局部的把这个墨纹的纹路更改善。不过呢，这些手术方法呢，毕竟跟传统的手术相比，还是有一个门槛跨不过去，就是都是有留疤风险。所以微笑嘴角手术呢，我个人都是保留在嘴角下垂比较严重的人，我才会建议手术。那我们就来谈第4个问题，就是我嘴巴侧面看起来嘴巴突突的，这怎么办？其实东方人有非常多这样的问题，可是各位如果嘴巴突突，自己摸一下，发现其实是被什么挡住了？其实是被后面的牙齿跟牙龈的骨头挡住了。所以嘴巴突突的其实还是来自于东方人有一定的牙齿前凸的问题。那改善方法呢，我们大概会有分成2大思维。第一个方法呢，就是针对嘴巴的部分，要尽可能的往后退，所以我们会建议呢，可以考虑做牙齿矫正，或者是更积极要做到正颚手术，让实际上这个位置往后推。那如果各位觉得牙齿矫正时间比较久，然后或者是正颚手术相对比较大，会有一点点却步的话，那我们也可以另外一个思维，就是嘴巴不动，让嘴巴以外的区域呢，包含鼻子、脸颊、下巴，好看的往前拉，这样也会视觉上得到一个非常棒的效果。尤其各位如果本来就有一点点下巴后缩，或者是原本鼻子条件就不够好，考虑鼻整形的人，这个方法其实非常的棒。经过上面的解说，各位有没有对于嘴唇有更深入的了解呢？当然，今天只是一个我们未来这个嘴唇这个大章节的第1章，它是一个总论后续我们会针对这4个主要的问题呢，再更进一步深入的讨论它，包含它的治疗方式啊、恢复期啊、后遗症啊，这些都会讲得非常的仔细。那针对这4个主题，各位会比较希望我们先录哪一个主题呢？欢迎底下留言哦。那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就后续的嘴唇影片见喽，拜拜。